你好，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的课程，让我帮你来摆脱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糟糕会议。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在上一讲我们分享了你要学会5W2S 的框架，问自己和会议的共同发起人几个问题，来详细的描述问题，制定会议的方向，也就是帮你彻底理清楚我到底为什么开会。然后呢，再使用 BP 法则来吸引参会者。那这一次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参会角色——主持人。在这一讲里你将学会用 COF 主持模式将参会人团结在一起，并鼓起战胜困难的信心。还将学会使用理解3个步骤，快速的理解每一位发言人的发言主旨，转化为主持人的语言，引导、控制和调整会议的节奏。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平时也不负责主持会议都是领导自己或者别的同事在主持，我只管参加，这堂课是不是和我没关系呢？我的答案是恰恰相反。如果你从来没有主持过会议，才是一种损失，才更应该学习如何主持，找机会呢来展示自己我们大多数人对会议主持人呢有一个误解，认为呢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事实上会议主持人确实吃力，因为在一场会议当中，他需要额外干很多事情，比如说帮助组织者组织会议主持会议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你能把会议主持好，它其实是一个讨好的差事。首先会议主持人呢需要在会前和组织者深度沟通，而组织者呢很多时候都是领导。然后会议主持人呢都需要在会议中对会议进行控制，对内锻炼自己的能力，也在无形中对外输出影响力向与会领导人们展现自己的能力。最后会议主持人都需要在会后参与到会议的整理与落实，成为具体事务的推进者。所以做好主持人的好处还真的不是一点半点。而要做好主持人你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呢？也就是说，会议的主持人不是串场的司仪，也不是掐时间的计时器。会议的主持人的职责是要根据会议的性质、目的和要求，按照会议的议程，承担起组织与会人员完成会议议程的任务，实现会议目标的这样一个职责。所以主持人是整场会议的核心角色，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一场会议的效率与成败。那么你需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会议主持人呢？你需要2件结构化的法宝。首先呢，我们看法宝1，叫 COF 主持模式。COF 会议主持模式可以有效地将主持人任务分解，让你从容不迫。它既是一种贯穿整个主持活动的讲话原则，也可以作为具体的组织语言的方法。好，那其中呢 C 意思呢是共有的，强调共同面对的挑战，可以非常有效地营造和谐的会议气氛。会议开始的主持人发言环节一定要重申和强调会议通知当中与会议目标有关，也与全体与会人有关的共同挑战。它就可以迅速的来去减弱与会人员因为个人利益不重叠造成的隔阂，营造一个相对和谐的会议开场氛围。比如说你可以这样来开场。首先呢，感谢各位按时参会，感谢某某领导的信任，委托我来主持此次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召开背景在会议通知当中呢已经同步给大家了，我不再赘述。开始呢讨论前呢，我想强调2点。第一个是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今天会议结束前拿出方案来。第二个呢是这个方案关系到在座各位能否在 Q4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雪前耻。而 COF 中的 O 意思呢是克服，是坚信能够克服挑战。这不仅仅是会议主持人应该坚定的信念，也应该是主持人需要传递给所有参会者的信念。这就需要主持人自己必须使用咱们上一讲讲过的5W2S 的方法，对于挑战、问题或者目标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解，既保持产生改变的渴望，又能指出此次会议所面临的挑战关键点在哪里，从而能够让所有的与会人都知道自己是在一位有目标的引路人身后前行，帮他卸下很多畏惧挑战的负担，全力发挥各自的所长。你需要在开场白里增加达成会议目标所需要关注的要点。比如你可以这样讲，虽然这次任务艰巨，但绝非不可能。我们前3个季度之所以被 A 公司反超，
并不是产品出了问题，而是什么？犯了轻敌的大忌。这次啊，我们就要制定一个纠偏的方案出来。我坚信，在诸位的帮助下，我们应该不一定是可以找到这个方法的。那 COS 主持模式的最后一个要点是 F， 意思呢是引导会议方向、控场及及时调整会议的节奏。这需要主持人学会呢。首先，第一个，适时的明确会议主题、目标啊，适当的解释容易被误解或混淆的概念，并制止毫无意义的或者偏题的争论。第二个呢，适时的做准确的过渡性小结、总结，引导与会人达成阶段性的目标。第三个呢，要适时并礼貌的提醒或打断发言杂乱、严重拖延者。第四个呢，要适时的抛出相关问题，以问题的形式，或者是提醒发言者的离题，或是激发与会者的深度思考与讨论。问题框架可以呢参考我们上一讲讲的5W2H 提问法。那这个要点呢要求比较多，执行起来呢也比较困难。它要求主持人在理解会议目标的基础上，快速整合每一位会议参与者的发言，从而随机应变，组织自己的语言。这就需要你掌握什么？我们的第二个结构化法宝，理解的3个步骤，叫做识别、判断和概括。其实啊，与其说是作为主持人得快速理解每一位发言人的发言主旨，倒不如说这是每一个参会人都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毕竟啊，会议的本质是什么？是密集的信息交互平台，理解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我们吸收信息的效率以及参会的成效。只不过啊，因为主持人的核心作用就是引导和控场，所以啊，理解能力尤其重要，更需要做好什么？以下3个步骤。哪3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步，你需要识别发言中的事实和观点。这一步啊，要求我们利用大脑或者笔记，将发言当中涉及到的事实与观点进行识别与区分。这一步的关键是需要明确事实是客观的，有普遍认同的衡量标准，而观点呢是主观的，以个体感受、个体认知为准，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比如说啊，在一次例会上，有人这么讲，说咱们公司的食堂的采购成本呢，已经达到了20块钱每人每天。虽然这个呢和近期的猪肉涨价有一定关系，但据我了解，隔壁公司的这个食堂啊，每天最高呢也就15块钱左右。而且对了，也和咱们厂的男性比例呢逐渐增加有关系。但这个费用也是太高了，他们的这个饭菜的质量其实并不比咱们的差，男员工的比例呢也跟咱们差不多。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每天5块钱啊，看着不显眼，但积少成多呀。我觉得应该适当的控制一下。好，我们乍一听啊，有点乱，对不对？别着急啊，我们先试着将事实和观点找出来。其中啊，采购成本20元，隔壁公司呢不超过15元，猪肉涨价，男员工比例相同，都是可以验证的事实。而食堂的采购成本太高，隔壁的饭菜质量不比咱们差，应该受到控制。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观点。那识别好事实观点之后呢，你需要做第2步，什么？判断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步要求我们将前一步当中识别到的事实与观点的逻辑对应关系进行梳理，判断谁是结论，谁是理由。显然啊，在这个例子当中，费用太高了，应该受到控制是总的结论。那支撑它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公司成本为20元，其他公司为什么？为15元。第二个呢，2个公司男员工比例相同啊，饭菜质量也相同，其他的事实啊，则是一些背景信息。好，那到这里啊，其实你发现整个发言逻辑已经被梳理的差不多了，你就开始进入第3步，叫做一句话概括所有内容。在这里啊，我分享一个概括的万能公式，它是什么呢？叫做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上，从什么什么 n 个方面说明了什么什么。好，那我们还以上面的案例为例啊，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近期猪肉涨价的基础上，从我厂采购成本高于他厂5元，2厂男员工比例相同，饭菜质量相同3个方面来说明食堂采购成本太高，应该控制。好，那我们还以前面的案例为例啊，你可以帮发言人这样去总结概括，说在近期猪肉价格涨价的基础上，从我们公司采购成本高于其他公司5元，2个公司呢男员工比例相同，
饭菜质量相同3个方面来说明食堂采购成本太高，应该控制的观点。这样啊，我们经历了3个步骤，我们就用一个标准化的结论来代替与会者稍显杂乱的发言。这么来做呢，既有助于我们来去梳理信息的主旨，又能来帮我们判断什么呢？第一，发言是否跑题，如果是，我们来及时提醒发言者回到会议的主题上来。第二，发言是否可信，是否有不符合事实逻辑的地方，帮助你在主持会议的时候随时对与会的发言进行修正。好，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讲呢，你学习了 COF 主持模式，将参会人团结在一起，并鼓起战胜困难的信心，还学习会了使用理解的3个步骤来快速的理解每一个发言人的发言主旨，并转化为主持人的语言，引导、控制和调整会的节奏。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就结束了。当我们设计好了一个会议，并确定好了一个会主持的主持人之后，下面我们进入什么角色呢？没错，参会者。我们下一讲啊，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参与好会议。好，我是李中秋，我们下一讲见。